可是呢，始终缺了一个东西，就是 AI 的 vision。对，因为 AI 的 vision 可以让这样的一个概念可以完整被呈现。好，好，OK，就可以直接开始。嗯，那谢谢 Charlie 今天也是来到这边，然后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能够一起去分享，就是 Ballerina 跟 Google 的合作。那我们今天的议程的第一阶段的话，会讲说，就是在于说电脑视觉的 AI 跟之前传统产线跟已经正在自动化以及智慧工厂这样产线当中做结合的部分。那 Google 最近在这几年也是有导入到 Ballerina 的这个系统进去。那可以请 Charlie 就是在您这方面帮我们说明一下目前的状况跟之前的状况大概是什么样的差异吗？好，谢谢哈，谢谢主持人。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Google 在2015年开厂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初期我们就已经导入的所谓的 MES 的系统，去管控我们所有生产线的一个制程履历的一个收集。可是呢，我们的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产量的提升减少，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生产线造成一个 impact，就是我们的教育训练人员，人员的部分有外劳有学生，然后也有本地的这个状况。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 turnover rate 来讲的话呢，就是就是它的人员的离职率的这个状况，会造成我们对制成品质上面的一个疑虑。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说，在早期我们在产品在市面上有这种不到一个礼拜、一个月这种早期就发现问题的这个 warranty 的一个 issue，所以造成说我们产线上面有很多的情况，就是除了这些制程履历 step 可以收集到的，MBS 可以收集到的这个制程数据之外呢，很多的这个人员如何组装、谁组装都无从去做追溯。那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传统制造产业是乘车也好，或者是四轮车、四轮产业、二轮产业，甚至很多的做伺服器的，这些都其实大家都在组装产业这个领域里面都其实遇到同样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在做导入 MBS 之后，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去确保人员的 SOP 可以有效、确实的被执行？那当然，可能各位在看过 Google 之前的网络上的一些分享影片其实你等一下在我的影片上面也会看到，就是我们我们有所谓建立所谓的电子化的 SOP，可是这即便上至电子化 SOP，也无从去 tracking 人员是否真的照做。我们顶多可以确保是说好，我做资料收集的那几个步骤是可以被确保的。那即便是如此，我们也发现到一些漏洞。所以在2017年、18年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产量提升的同时，我们也思考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类似也可以用影像追踪，因为大家传统的做法就是，要发生这个问题，我就是架一个摄影机，然后有问题的时候我再来追溯。可是这个东西并没办法去有效的第一时间去阻止这个错误的发生，通常都是事后我们再追查之后才会看到。把你们的东西，把你们的影像技术 tracking 的影像技术，然后跟我们的 MBS 系统做一个整合。那我的目标就是让tracking 几个关键的品质站点。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已经有目标有18个站点要上，针对我们已经上的这些站点，是让我们看到显著的成效。嗯，您刚才有提到说，现在导入已经将近有18个站点的部分，然后也是导入将近到半程的整个 operation 这样子，然后说有碰到一些问题，就是导入上面不是那么的简单，那可以大概想想看，就是大概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吗？因为我们一般的产线，像例如说我们家产线好了，我们就是一条产线，最多2条产线。那我们不可能一条产线只负责一种产品。那我们要负责的是说，当我做产品切换的时候嗯。，AI 它怎么知道我现在切换的是哪个 model？我要用什么样的 model 去做呢？你去做 tracking。所以说，在这个导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导入一种产品，我是导入全部在这条产线生产的产品。困难就在这里。第一个，我的 modeling 不是一套，我的 modeling 是根据不同的总成料有好多套。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一旦建好这个 modeling 之后，不管是我的 MDS 也好，或者我的 AI modeling 也好，我如何知道现在我在生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用什么样的标准啊？嗯，其实process tracking 就是第一个follow SOP 的标准，我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做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一个 checking。是，刚才也有提到说，可能在还没有导入这整套品管系统的时候，产品在进入到市场，可能1个月开始就有一些 warranty claim 的状况会出现。那现在这样子的状况有改善吗？前几天稍微 checking 翻了一下我们的资料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 focus 在那个的18个站点。那因为有导入的这些站点，然后我们会去 check 一下他们的这个在市场上面反馈回来的 warranty。就目前来说，早期就是1个月以内再 claim 回来的，已经降成 zero，哦，是这是非常显著的。是是，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一旦我们导入了，那当然也有配合产线的这个制作。那我是相信说，初期导入，然后过了1个月、2个月、1季、2季、半年，我们来看，那相信这个的一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很快速的能够把这个问题给 detect 掉。所以在这些工作站上面，又透过不论是您已经有用物联网的装置，然后现在包对。括现在 AI 机器视觉的装置，然后去控制好跟管理好它的品质，然后确定都不会有瑕疵品，或者是之后可能会造成损坏的产品流入到市场这样子。好啊，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蛮适合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就是导入进去的公站大概长什么样子。好，接下来我先分享，大家有看到画面吗？有，很清楚。有哈。很清楚，我把它放大好了。好，那这里面呢，我要分享的是我们在乘车组装的应用上面的一个案例。那这个主要是在组装我们乘车的前支架的转向机构。那你会看到这个转向机构，事实上你会画面的左边跟右边这两边，那事实上对 MES 来讲，它是两个公弹左右平行两个公弹。那在 Powerina 的介入的时候呢，介入之前呢，其实 MES 它是个别处理两边的工作行为。可是，在 Powerina 介入之后呢，我可以同时借有影像来去 checking 这两边的工作站，他们彼此之间个别工作或互需要协同工作的这个是不是完整？所以说，当我们透过 Powerina 跟 MES 的整合之后呢，我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两个作业人员他们在协同合作，在组装这个部分是完成的比例是一定要 follow 这样子的一个 process，不然的话，Powerina 是会把这个工作站给它 stop 下来。嗯，那搭配 Powerina 的 AI Manager，那我们可以透过 AI Manager 做影片的回放，那可以确认由产线的班组长去确认这个是可以放行的，还是需要再做检修的。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是。哎，这看到下面它是搭配的是 AGV 是不是？对，下面是我们这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作业方式哦，我们的产线不是用 conveyor 的方式，我们产线嗯，每一台乘车是用 AGV 做站点的切换。对。哦，好。那所以如果说有抓到说哪一些步骤没有完成，或是没有做完善的时候，AGV 的部分也不会让它过站，是不是？对对，AGV 的动作是跟 MES 整合的，就是说，当这个整个工作站的作业，还有这个荧幕上面画面这个 process 它没有做完，没有收集到相对应该收集的制成的参数，包括扭是，力啊、测试值啊，那 嗯。MES 没有收到OK 的 command，这个 AGV 是不会往下走。h o r i n a 我们的 AI 也是在那边其中一个要确定有 confirm 才能够让它过对。去的指令。好，Powerina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处理这个平行攻占的 process tracking。
嗯那没有了 Power Arena 这个平行攻占，在现在目前来讲是没有一套系统有办法处理的。嗯，对，诶，那这样的一个作业模式呢，也相当适合在四轮车产业，因为我本身是从四轮出来的，四轮车产业的组装模式形态，嗯。基本上类似我们现在用 HV 的方式在做的。我们之前看到机器视觉的部分，可能都是组装在电路板上面，是比较属于2D 的状态。而现在进入3D 的状态的时候，他们整个乘车组装上面跟应用机器视觉上面的应用也是有的。对，那这个是我们跟 Power Arena 一起整合出来的一个算是比较新的一个 model。对，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 model 也可以推展到不管是四轮产业甚至半导体设备组装业，其实都还嗯，蛮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确认的制成是。品质。在确认到说有一些组装上面没有完成步骤的话，是多快的时间之内那个 dashboard 会产生通知呢？然后会让领班的人知道说有这样子的状况。基本上在出站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作业为了不打扰作业的顺畅度，会是，让他在出站的时候一次做 check。他在出站的时候发现到，哎，车子不会动，那基嗯本上那个班组长的 AI manager 的 pad 基本上就嗯，会显示一个 warning。那这哦，个当是，然就是他们自己当站本身当然会 call help，因为你没办法出站的，表示 something wrong。对，那很快速的班组长会先来 check，到底是产品的问题呢，来料的问题呢，还嗯是工具的问题，还是真的是 process 的问题？所以我们透过 Power Arena 的工具，我们可以很快的可以知道说，是 process 的问题，还是工具的问题，还是嗯，对。以往无法做到的，通常会产生罗生门的地方，就是没有人看到的地方。Power Arena 帮我们补足了这一块。嗯，就任何时间的记录都能够随时再回去回溯，找到是哪一个地方出错。好，那有看到吗？有，好，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导入到我们产线上面有 camera 在 tracking 的这几个站点。是，好，那因为作业机密的关系，我不方便把它点进去。可嗯，是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 嗯 alert，OK，这个 alert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当我这个站点有发生这样的一个 alert 的时候呢，我可以做回放的动作。我可以嗯回来看，到底是哪个工作步骤。这一方面也相对就是方便的班组长去确认这个 in process 的 quality 到底嗯可不可以被放行。嗯其实这个东西，这整个的构成的一个理念，其实在quality 这个学门里面很早已经就有在讲，就是所谓的 嗯，in process IPQC。In 是 process quality control 的概念。是，那很多现代的科技的进步，让网络科技进步，软体科技进步，可是呢，始终缺了一个东西，就是 AI 的 vision。对，因为 AI 的 vision 可以让这样的一个概念可以完整的被呈现。啊，谢谢 Sherry 刚才有帮我们就是展示了现在Arena 的 AI 的 dashboard 在GoGo 的产线上面是如何去应用。那其实像他说是在制止一些瑕疵品嘛，那或者是一些不良品，避免它不要流入到市场。以前如果说真的流入到市场，对 GoGo 造成的冲击是很大的嘛。是，分享一下这个部分我有看到我的 PowerPoint 吗？有也有嘛，现在也有嘛，哈。有，好，那这个部分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当初一开始在评估这几个站点这几个站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你看到失效影响，我当然是把重点项目这个先把它去识别化。那你会看到对 Google 的影响其实蛮大的，就是说，这个发生这个问题之后，车辆无法动作，就是骑一骑会动力会失效，你看哦，都是这种问题，都是是非常 critical 的问题。是，皮带电条寿命会下降，刹车油、制动力
这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对于我们，你会看到说我在做 RPM 分析，视效模式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到，哎，它严重度事实上都蛮高的。哦，它的发生度呢，哎，很低，这表示什么？其实在其实市场上的 case 相对于整个以 PPM 来看的话，事实上它不常被发现，可是发生一件对每个车主来讲就是100%。OK，那检出度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说，哎，在产线上到底有没有办法被有效的检出？其实，说真的，大部分的问题都还蛮困难的。检出度，1到10分，事实上都超过5分以上哦。尤其这个刹车制动力下降这个8分，然后车辆无法做动8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这个在这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统计的资料。嗯那相对于下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哎，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产线发生这个问题，我们要花多少费用？那假如在产线能够发生，我们在检修上面基本上，而且有些甚至都不需要费用，只要能够抓得出来，我马上检修，基本上都 OK 的。可是，嗯嗯一旦这个东西放到市场上面，那个费用就很吓人了。对，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一个这个整个专案的效益评估。当然，嗯我没有把另外一个对于品牌形象所造成的一个 image 给计算进来，那想必是更大。哦是所以说这个东西，我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当初到时候评估这个案子的一个方嗯向。其实这些都是大家随手可得的这个所谓的quality 的一些工具，其实也没有这么难。对，那可是用这样的工具换算出来的 ROI 效果事实上是很可观的。对，嗯那我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部件去开展这样的一个专案。嗯。每一个阶段关键的站点能够确实的把关，不会让瑕疵品出去的品质都是良率高达甚至是到100。您说就是之前原本有不良率的情况，甚至都到归零的状况。是，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很快的一个 Q&A 的时间。那 Charlie 对，就是我们有一些统计下来的一些问题，就是想要请教您的。您觉得就是在智慧工厂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在大家都在讲智慧制造，然后大家也在讲说智慧工厂，然后工业4.0这些东西，而电脑视觉，您觉得在这个环节当中必要性是占了多大的比例？智慧制造的领域跟范畴来看的话，嗯其实我说真的，是 AI 的这个 vision，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最后一块拼图。AI 的应用不外乎现在来讲的话，以电脑视觉来说，跟所谓的现在另外一个就是 machine learning 那一块有关 data analysis，big data analysis，然后从 data 怎么样转换成 scaled information，这2块都有人在做。因为老实说，现在有很多的公司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缺工。好，尤其现在疫情时代，发现到说，奇怪，原来做这个工作的人，他也不见得要回来这个工作上班。那原来在这些人身上的一些既有公司的最珍贵的一些技能，其实不见了。那再来就是说，有些的所谓的老师傅，他在做调整机台的一些know how，其实也不见了。那像我们的组装的产线来讲，其实人员来来去去，那好不容易训练会的，他上走了，那对整个企业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那对智慧制造的这个领域来讲，大家一般来讲，就是说初期他们都开始做数位化转型啊，然后再做精子流程的一个整合。可是到最后就是要用到 AI 的 tool，那 AI 的 vision 在这个地方其实占有很大的一个部分。那无法被量化的，通常就是视觉东西。你做它重不重要？非常重要。那 AI vision 来讲的话，事实上是技术上是困难很多，然后导入的时程也是长很多。好，嗯可是它有它存在的必要性，还有它主要的价值。对，嗯。那在电脑视觉这个部分跟 AI 这个部分导入进去 Google 的工厂上面，实质上面得到的帮助是什么？哦，
Gogoro 这边对实质上得到的帮助是，我们除了第一步当然是要确保我们的所谓的代制品的制成品质。那事实上，在第二步，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海外的OEM 产线的扩展，好，当我们的厂区不再是我们自己在这边做而已，我们要拓展到海外去。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各个不同国家语言背景的人。那我在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我怎么样确保我的产品在印度、在中国、在越南生产的时候，能够真的 follow 我的 SOP？对，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在台湾的产线有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那未来我们在做海外市场导入的时候，我也会跟着他，我会把他带着一起走啊。对，我觉得这个是对 GoGo 海外未来的海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啊，是啊，然后尤其是现在 GoGo，尤其在智慧机车的制造上面已经是台湾的领头羊了，然后又导入进去 Arena 的 AI，然后现在您又说如果能够在一些国际上面不同的站点，也能够同时做到你的标准工序上面的监控跟加强，然后也包括品质上面的控管，这其实帮助听起来都是蛮关键的一件事情。好，那最后，就是也是谢谢 Charlie 今天的时间。那我们想说，在最后这段时间，Charlie 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们特别分享的？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跟各位听众分享，就是说哈，其实大家我面对很多的可能那些前辈啦，或者是我的朋友们，其实他们在面对智慧制造这件事情的话，都会有一个迷失。什么迷失呢？哦，我不知道我要选怎么样的系统，我不知道要选什么样的软体，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部件我的 IT 人员团队。其实这些都是智慧制造里面大家都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就是说，其实智慧制造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金石流程的部件。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讨论智慧制造，不管用未来你想要做 AI modeling 啊，或者是 AI vision 啊，或者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流程有没有精细化，因为所有的数位转型也是要流程的精细化。那不然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寄存的一些陋习啊，或者是浪费的流程人员，全部都会存在在同样的领域里面。也就是说，我在跟这些朋友或者同业在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强调一个点，就是说你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先把流程，不管是好坏，先把流程先铺出来。我们再从这个作业流程里面去看，哎，哪些地方可以先做改善的。那做完改善之后呢，再考虑说我用什么样的系统，因为用什么样的系统，要搭配你有没有办法去养活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能够在你的企业界能够持续不断的运行，这才会让它有效。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就是从最开始就是流程的精细化，这一定要先做。然是后呢，接下来才会再开展到说，哦，我的 corporate 的角度啦，我要怎么样开工单啊，这都是属于 content，这后来才是细节的部分。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想法，对，而不是一开始就我要用什么样 IOT 送什么样的资料，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想到的是，我收到这些东西，我都是 data，都是数字。对于老板来讲，他其实蛮 care 的一点就是说，我投资了这个钱，我会看到什么东西，我会得到不管是 EPS 的上升，或者是我看到我的盈余率的上升，啊，或者是说我可以看到我在市场的市占率上升，不外乎他期待看到的是这些东西。然后我在 upturn 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多接点单，让我的市占率、营业率、什么三率能够上升，对不对？他对嗯，他的股东或对他的这些是有交代的，这是老板看的必须。那我们同时在部件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的，
老板你要想到的是老板要的是什么。对，那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像我刚刚举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我们一开始在品牌在初期在打市场的时候，我们很强调就是我们在品质上面的要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moment，我们觉得投资这样的一个整合，投资这样的系统，好，然后能够搭配 NES 跟 AI 跟 Powerina 的 AI 做整合，这是值得的。对，所以这是我们这边看到，因为这个品牌形象建立是不容易的。那我怎么样用这样的方法去让我们的消费者安心啊，未来的车主也安心。好，那我们可以比较 focus 在说，我在下一代的产品设计上面是不是能够更 reliable？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在制程上面的品质控管是无后顾之忧的。OK，以上就是大概我的看法。好啊，谢谢 Charlie。尤其是刚才您有提到其他的一些厂商，他们可能在一开始导入的时候，从流程上面开始去做衡量，然后包括在真的导入进去之后，从比较老板的角度去看，说我们之后要得到的东西是要在乎的价值是什么。有时候可能不是只是纯粹为了产出，有时候就像 GoPro 一样，一开始就强调的是品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在车业上面，我们也看到刚才在衡量安全性上面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去把关好的条件。那也谢谢今天 Charlie 的分享，然后我们今天活动就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好。